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 HSK 5级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從而獲得更好的成績。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寫作的第二部分的第二題，也就是看圖寫文章的題目。那前邊呢，我們介紹了怎麼去做這樣的問題，我們也介紹了3種文章的寫作方法。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看我們在 HSK 5級考試的寫作部分裡面，常常會看到什麼樣的圖片呢？首先我們來看，有一種圖片呢是人物類，也就是說你會在圖片裡面看到一個人或者看到2個人。那在前邊呢，我們看到過一個女人正在打電話，我們也看到過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背着包，然後正在看地圖。那這樣的圖片都是屬於人物類。那現在我們在這裡也看到了2個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然後呢，他們的旁邊是飲水機，然後他們拿着杯子正在聊天兒。而且你有沒有發現，他們2個人穿的衣服都有一點特別，不是去旅遊或者去跟朋友吃飯的時候穿的很隨便的衣服，而是在公司裡邊才會穿的正式的服裝他們穿的是西裝，是比較正式的。那麼這個圖片我們獲得了非常多的信息，所以呢我們從這樣的信息當中去想，我們要寫一個什麼樣的文章寫一篇什麼樣的文章。那一般來說，人物類，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人物的話，我們一般來說会建議大家，要麼你寫一個故事，要麼你就寫一個觀點當然了，可能故事會比較容易一些，你就想這裡有2個人，他叫什麼名字，他叫什麼名字，他們是什麼關係，他們在哪兒，他們正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最後的結果怎麼樣，然後這個故事寫完了就可以了。那或者是你可以寫一個觀點，對嗎？那他們是在聊天，對吧？在公司裡邊的聊天不能叫聊天，應該叫交流。所以呢，你也可以寫比如說交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們在看到人物的時候，這樣的圖片你可以用故事或者可以寫觀點。那不管是要寫什麼，我們在前邊已經向大家介紹了這樣的文章應該怎麼寫。所以現在呢，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裡有2篇文章可以給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首先第一篇文章呢，它是一個故事，它給了這2個人名字。他說的是王先生和李女士是同事。那2個人是誰，我們已經確定了。然後我們介紹一下，他們在一個部門工作他們是同事關係，在一個部門工作。最近他們在一起做一個項目，他們現在站在飲水機旁邊，一邊喝水一邊聊這個項目。因為項目非常順利，所以他們很高興那這個故事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可能還不是沒有完全到80個字差不多80個字。那麼非常簡單，我們只要簡單的介紹他是誰，什麼關係，他們在做什麼，然後他們現在心情怎麼樣就可以了。當然了，如果你想法非常多的话，你還可以寫得更豐富一點比如說他們目前正在做一個關於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合作的項目。那最近他們可能需要去美國出差他們現在呢正在聊出差的话題看上去非常的順利，所以他們非常高興，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稍微在裡面加一點點小故事就可以了。那我覺得這個圖片呢，它內容就是給我們的信息非常多，所以我們可以很容易就想出來一个故事。当然了，有可能同学们呢，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是一个大學生，可能對公司的事情並不是特別的了解，那你就可以簡單的寫他們在做一個項目，這個項目比較順利，所以大家都比較開心，然後就可以了。好，這是一個故事要怎麼去寫。那然後我們來看，如果我們要去寫一個觀點，要怎麼寫呢？首先，我告訴大家我的觀點是什麼？交流非常重要，人們之間如果沒有交流，就會出現很多問題。那然後我給了一個證明我的觀點的一個方法，就是給一個例子，比如說，在工作中，同事之間常常需要互相合作，如果大家不能及時溝通想法，可能沒辦法順利地完成一個項目。同事之間交流也不一定需要開會，可能你去喝水，在飲水機旁邊在飲水機邊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在飲水機旁邊聊一聊也是可以的。所以你看，這是一個觀點，但是有很多同學在寫觀點的時候，常常忘了跟圖片相關聯。那麼我在這裡面通過舉例子的方式提到了在飲水機旁邊聊天，那這個就是已經跟我們的圖片聯繫在了一起。所以呢，大家要在這裡寫故事其實是非常好的一種方法。老師更建議大家，如果你在圖片裡面看到了人，我建議大家去寫故事。那如果你覺得你想要寫觀點，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寫觀點的時候，你一定要記得，一定要跟圖片裡邊有關係你不能只是，如果比如說沒有去喝水，在飲水機邊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如果沒有這句話的話，那老師可能會覺得你的文章跟圖片沒有特別大的關係。那還有一點就是，你一定要提在工作中同事之間交流很重要。如果你不提同事的話，不提工作的話，可能你的老師還是會覺得你這篇文章跟你的圖片沒有關係。雖然他們是在交流，但是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他們是在工作上的交流，他們都是穿着工作的衣服，所以一定是在公司裡邊進行交流。那這一點你千萬不能忘記。那另外就是最好能夠提一提飲水機呀、喝水呀這樣的詞彙，有這樣的詞彙會讓你的文章更靠近這個圖片。那老師當然也會覺得你這篇文章真的跟圖片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會給你比較高的分數。那老師同學們呢，在這裡如果寫觀點的時候，千萬要注意這幾個問題。好，這個是人物類。那麼一般來說呢，我們發現呢，在過去幾年的 HSK 5級考試裡邊呢，人物類就是一開始的時候出現的非常多，但是最近2年呢，可能沒有那麼多了。但是如果你遇到了，你要記得用這2種文章寫是比較好的。那我們來看第二種呢是物品類。物品類是什麼意思？就是你會看到一個東西，這裡邊沒有人了，你只能看到東西了。那看到東西的時候呢，當然你也可以寫一個故事比如說看到這個是禮物，對嗎？所以你可以寫一個，比如說那個聖誕節到了，我打算給我的女朋友買一個禮物。我買的這個禮物是什麼東西？我相信我的女朋友一定會喜歡，因為它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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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是一個故事，它也是可以的，沒有問題的。那另外呢，有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圖片可能不太適合去編一個故事，比如說你可能看到了一張沙發，或者是你看到了一個電視機。所以呢，不太容易去編一個故事。那這個時候呢，你可以試一試寫一篇說明文，就是你要去介紹一下這個是什麼東西。比如說，你可以介紹這個物品的用途，它有什麼用啊？你可以介紹它的價值，也可以介紹它的意義或者它的影響等等，都是可以的。比如說我們在這裡看到了一個禮物，那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在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禮物。禮物對人們來說非常重要。
聖誕節的時候，我們要送給家人禮物；朋友生日的時候，我們送給朋友禮物；有時候我們還會送給客戶禮物。在選擇禮物的時候，我們要考慮對方喜歡什麼，否則可能會讓別人不高興啊。那這就是我們會介紹一下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說這個東西重要不重要，我們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東西，然後就可以了，对嗎？那另外關於禮物，大家還可以想一想，你們知不知道在中國送禮物的時候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一些原則或者是一些規矩？比如說在中国呢，不可以送給別人4個東西，比如說4個蘋果，或者是4枝花，都是不可以的，因為4在漢語裡邊和死是一樣的，很近的發音，所以中國人都不喜歡4，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你還可以除了這個以外，你還可以介紹一些別的送禮物的文化或者是規矩，那也是可以的。比如說你開始的時候可以寫，在中國送禮物是有文化的。比如說你不可以送4個東西，4個蘋果，4朵花都是不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中國人不喜歡4，漢語裡邊4和死的發音很近，所以中國人都不喜歡，所以你就不能送4個的東西。那另外還有，中國人一般不會送給別人書，特別是我們公司和公司合作的時候，一般來說不會送書，因為那個書本的書跟比賽的時候輸贏的輸是一樣的發音，所以呢，公司的人會覺得你送給我書，你是希望我的生意不好嗎？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送禮的規矩。那麼如果你了解這樣的中國文化，在看到禮物這個圖片的時候，也可以寫一下這樣的一篇文章，介紹中國人送禮物的一些規矩或者是一些文化。當然了，你也可以介紹你的國家送禮物的時候要注意什麼。那另外就是你也可以談一談禮物对人們很重要，但是呢，現在送禮物成了大的麻煩。比如說，第一種是有的人不知道送給別人什麼禮物，因為現在社会发展了，經濟也發展了，所以大家什麼都有，所以我不知道我送給他什麼是他真正需要的東西。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麻煩，就是有的時候如果你送給別人一個很貴的禮物，別人會覺得很有壓力；如果你送給別人很便宜的禮物，別人會覺得你不重視他。所以選擇禮物是非常重要的。那麼關於禮物，我們其實有很多可以說的。同學們要注意呢，就是第一，你要說的比較的完整，要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对的。那第二就是這麼多的內容，你不要都寫到一篇文章裡來，你的一篇文章有一個 topic， 一個主題就可以了。關於禮物的什麼比如說關於禮物的文化，還是說怎麼去選擇一個禮物你要選擇一個話題，不要都寫，都写的話會看上去非常亂，所以一定要選擇一個主題。好，那這就是我們的這個物品類。所以比如說你看到的是一個手機打電話用的手機，你就可以介紹一下手機的好處，還有就是手機的壞處。或者是你也可以講一講我的手機壞了的一個故事，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也可以介紹一下，在图片裡你可以看到一個手机，手機是一個非常新的這樣的一個產品，它的功能用途是什麼它可以做什麼，可以做什麼，可以做什麼。我們可以知道科学技術發展得很快，那這樣的文章，說明的文章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的第二種
圖片就是物品類的圖片，就是你会看到一個東西，那麼你去想一想這個東西是什麼，這個東西可以做什麼啊就可以了。當然了，你也是可以寫故事的，但是你要記得，你的故事一定要跟這個東西有關係。好，那另外一種圖片就是標誌類，也是最近幾年常常出現的一種題目。它會給你一張圖片，這張圖片呢是一個標誌啊。那這個標誌呢，你去寫一個故事好像有點難啊，其實是可以的。那或者呢，你想寫一個觀點，它也是可以的。那我們一般來說呢，第一點我們要先去介紹一下這個標誌，比如說要進行一些說明描述，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標誌？你在哪裡可以看到這樣的標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標誌？也就是標誌的意義或者作用是什麼？然後最後呢，我們應該怎麼做？或者是說，如果我們不按照這個標誌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這樣的文章都是可以的。好，那我們現在舉一個例子，比如說我們在圖片裡面，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標誌。那你知道這個標誌是什麼標誌嗎？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牌子，白色的牌子上邊有一個紅色的圈，那還有一條小魚，對嗎？然後還有魚鈎啊，就是釣魚用的那個魚鈎。然後呢，這個紅色部分有一個斜的線，它表示的是什麼呢？它表示的是不可以釣魚，禁止釣魚。那麼這樣的標誌你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到呢？比如說你在一些河的旁邊，或者是一些湖的旁邊，會看到這樣的標誌，禁止釣魚的標誌。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標誌呢？一般來說，這裡的魚首先可能很少，如果大家都釣魚的話，這個地方可能就沒有魚了。那一條河裡邊，或者是一個湖裡邊，是不可以沒有魚的。那第二種可能就是這個湖裡邊有魚，但這個魚是非常非常寶貴的魚啊，在世界上我們應該保護的魚，很少見的魚。那這樣的魚你肯定不能釣它。那還有一種可能就是這個魚呢是給大家看的，比如說我們在湖裡邊常常會看到紅色的或者是金色的那種魚啊，我們叫金魚。那種魚呢，不是用來吃的，而是用來看的，所以這樣的魚你也是不可以釣的。那麼我們要去介紹一下，在什麼情況下這個地方會有這樣的標誌啊？為了什麼目的是不允許你去釣魚的？那你要去做一個介紹，然後最後你可以說一下我們應該怎麼做呢？如果看到這樣的標誌，你最好就不要釣魚了，因為如果你違反了規定去釣魚的話，你有可能會遇到一些麻煩。所以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篇文章。圖片上是一個禁止釣魚的標誌，在一些河邊或者湖邊常常會看到這樣的標誌，意思是在這裡不可以釣魚。可能是因為這裡的魚是觀賞魚，大家可以看一下，觀賞魚就是只是用來看，不能用來吃的魚。也可能是為了保持魚的數量，保護環境。大家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在這個地方不可以釣魚，如果釣魚可能會被罰款。這個也是內容比較簡單，有一些詞禁止釣魚或者是觀賞魚這樣的詞稍微有一點點難，但是大部分的句子是非常非常簡單的。好，那我們一般來說，如果看到的是這樣的標誌的話呢，我們就進行這樣的寫作就可以了，介紹一下是什麼樣的標誌，在哪裡可以看到，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標誌？我們應該怎麼做？如果不做，會有什麼樣的後果？然後就可以了。那這樣的標誌呢，其實也是可以寫故事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一個
跟这個標誌有關係的故事。你可以這樣寫上個週末我和我的朋友開車去湖邊玩了，我們準備了釣魚的東西，打算去釣魚但是到了湖邊以後，我們發現了一個標誌，在這個標誌上寫着禁止釣魚我問了一下別的人，為什麼這個地方不能釣魚呢？別的人告訴我，因為這個地方的魚越來越少了，為了保護它們，就不允許釣魚了因為這個標誌的出現，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只能不釣魚，在湖邊我們一起休息了一下，然後就回家了。那這樣就是一個故事，就是我們去湖邊，我們看到了這個標誌，然後我們做了什麼，最後怎麼樣了。這樣的故事也是可以的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標誌類的這樣的一個問題所以看到標誌的時候，你要學會怎麼去解答這個問題，怎麼去寫一篇文章。好，那然後呢，我們再來看一下最難的一類題目最難的一類題目也是標誌，但是這個標誌呢，不是關於不可以拍照不可以釣魚不可以停車等等，不是關於這樣的標誌。它是什麼呢？它是一個非常抽象的 abstract 的標誌。那這樣的標誌一般來說就比較難了。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我們看到在這裡有一個人，他好像這樣有一點點煩惱。那你可以看到幾個牌子，它好像是路牌，但是這個路牌的上邊呢，沒有寫地方的名字，它的方向也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同學們看到這個圖片的時候，你會想到什麼呢？你會想到什麼呢？那中國人的話，看到這個圖片一定會想到選擇大家如果做過了 HSK 5級的閱讀的部分的話呢，一定會對這樣的圖片不太陌生。因為我們說過在 HSK 5級的閱讀裡邊呢，常常會講一些道理他會告訴你人生是怎麼樣的，我們應該要做什麼，我們不應該做什麼，我們為什麼要做什麼，就是常常會有一些道理。那麼這個圖片它講的就是一個道理，關於人生的選擇這樣的一個圖片。那關於人生的選擇，你有什麼看法嗎？你有什麼觀點嗎？那你都可以寫出來都可以寫出来。首先呢，我們可以看一看我們的思路是：第一呢，你要考慮一下從這個標誌可以想到什麼，這個是最重要的。因為你可以考慮一下關於人生、關於社會，或者是關於人際關係，那你看這個圖片能夠想到什麼呢？那我們在看這個圖片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想到人生有很多選擇，那怎麼去做選擇這個是我們可以寫的內容。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例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會面臨着無數的選擇，選擇對了自然會很順利，選擇錯了可能會遇到很多麻煩。所以在面臨重要選擇的時候，人們常常會很猶豫，不知道該怎麼辦。這個時候不如多跟家人和朋友聊聊，聽聽他們的經驗。當然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那這篇文章也到了80個字，大家可以看一看這篇文章大家有沒有覺得非常熟悉呢？有沒有非常熟悉的感覺？好像在哪裡看到過這樣的文章這篇文章呢，跟5級閱讀的第一部分的文章的風格是非常近的。那如果你看过比如說 HSK 5級標準教程如果你做過非常多的 HSK 5級的聽力和閱讀，你一定會覺得這篇文章看上去非常熟悉
啊，中國人寫這種道理的文章都是用這樣的方法去寫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覺得這樣的題目就非常難，只要你平時多去讀一下這一類的文章，你一定可以寫出來啊。那關於人生道路的選擇啊，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一個話題啊。當然了，你也可以寫一個故事，這個也是可以的。你可以說啊，在我長大的過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選擇啊，有一次啊，那每一次選擇都对我有很大的影響。比如說，有一次我要選擇去哪裡上大學，我考慮可以在我的國家學習，但是也可以去別的國家。最後我選擇了中國，我覺得到中國以後我怎麼樣，然後最後你可以出一個結論。所以啊，選擇是非常重要的，這樣的故事也是可以的。當然了，更多的人可能會選擇寫一篇議論文，寫一個觀點啊，這是最常比較容易啊想出來的，寫一下你的觀點就可以了。你適當的也可以舉一些例子啊，也是可以的。那這樣的標誌最近幾年呢，有一點多，而且呢有一點難，所以呢大家要记得啊，多多的去練習一下，特別是你要多去看一些5級閱讀和聽力裡邊關於道理的文章，這些文章一定對你有幫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裡邊會有很多詞，這些詞對你在寫作的時候也很有幫助。好，這個是我們的標誌類的文章。那到這兒呢，我們就介紹了我們的3種圖片，一種是標誌，一種是物品，還有一種是人物。那這3種圖片在你做 HSK 5級考試的時候都有可能會出現。當然最難的就是標誌的題目，但是呢，為了做好準備，希望大家呢每一種题目都要去練習一下，寫一寫文章。包括在前邊我們介紹了3種文章的寫作方法，大家都要去練一練。不能確定你在考試的時候真正會用哪一種啊，會遇到哪一種問題，會用哪一種文章，我們現在都不確定，所以大家都要去練習一下。這樣的話呢，在遇到真正考試的時候，你才有可能看到題目馬上覺得 OK， 這個很熟悉，我練過的，然後你就會很快的把它寫出來啊。所以練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這個是我們的圖片的類型，图片的種類。那然後呢，我們會給大家講一下，在寫作的時候，題目我已經確定了，內容我也確定了，但是怎麼去寫正確的句子，怎麼能讓我的句子特別對呢？這個我們一會兒再來看一下。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吧。